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识。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改变人生的晨间方法》这本书。实际上，许多企业家和人生赢家大多是早起型人，而且都非常重视早晨的时间管理。但现实中，大多数人却根本没能好好利用清晨的宝贵时光。很多人早上会睡回笼觉，窝在被子里刷手机，最后搞到时间很紧，头发乱七八糟就匆忙冲出门，结果原本最宝贵的黄金时间就这样浪费掉了。这本书中不仅介绍了如何通过哪些晨间习惯来改变人生，还详细写了为了让晨间习惯顺利进行，前一晚应该如何度过的方法。也就是说，书里把如何让人生中最重要的清晨变得充实这件事的方法全部都写清楚了。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第一，只需早上6分钟，一切都会改变，人生彻底改写的神奇晨间习惯。第二，早晨第一时间做这件事，就能一整天精神清爽，完全不疲惫，真正改变人生。首先是第一部分，只需早上6分钟，一切都会改变，人生彻底改写的神奇晨间习惯。再忙的人，早上挤出6分钟总可以吧？而且光靠这6分钟就能改变人生，绝对值得一试。那么首先要介绍的人生巨变神奇晨间习惯就是专注于有目的的沉默。最棒的清晨人生要从沉默开始。所谓沉默，就是安静不说话。很多人的早晨其实是吵闹、匆忙、杂乱无章的，手机闹钟狂响，睡过头，跳起来吹头发，慌乱冲出门，完全是和沉默相反的早晨闹剧。而清晨是一天的开端，如果开头就是这种吵杂状态，整天都会变得焦躁、疲惫、没精神。研究发现，早晨这么慌乱，会导致自律神经紊乱，而这种紊乱会持续一整天，结果整天都不顺。那其实就是因为自律神经被搞乱了。相反，如果你能用安静沉稳的状态来开启清晨，整天都会顺畅安稳。而且书中特别强调，这里的沉默不是单纯发呆，而是有目的的沉默，不是胡思乱想，而是怀抱着强烈目的意识，刻意给自己安排一段静默时间。以前的生活里，其实随处都有这样的时间，排队时、公交站等车时、散步时，人们都会静静地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但如今，智能手机普及，大家几乎丧失了独处静默的片刻。只要一有空隙，就拿起手机刷信息、玩游戏。这时候，虽然外表安静，但大脑却被无数杂音充斥着。现代社会已经失去了这份平静而有意义的静默时间。根据调查，大约80%的智能手机用户在醒来后的15分钟内必定会查看手机，大部分人甚至在几秒内就拿起手机。现在全球智能手机用户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全人类超过1半以上都是一睁眼就开始玩手机。而神经学研究表明，起床后马上盯着手机，会急剧增加压力值，让整天都变得焦躁不安。所以，要想让清晨的第一时间拥有充实的静默，第一步就是戒掉一醒来就摸手机的习惯。接下来，代替起床后看手机的习惯，希望你每天清晨最先做的就是冥想。最近在健康领域，大家都越来越重视冥想了。实际上，通过持续进行冥想，已经被证明可以改善大脑活动、代谢，甚至降低血压，对身体机能带来良好影响。至于冥想的具体方法，我在其他视频里已经多次详细介绍过了，这里因为是概要性质，就简单复习一下。首先，在开始冥想之前，要明确这次冥想的目的。冥想的目的，就是为了在一天开始之前，有意识地选择当天自己最佳的心情状态，调整好情绪和思维。早晨刚起床时，大脑正处于高速运转状态，容易不自觉地回想起过去的不愉快记忆，或者想到今天堆积如山的工作，脑袋里充满各种杂念和焦虑，
为了把这些负面情绪转化成积极的状态，首先要明确我为什么要冥想，然后再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的呼吸上，慢慢安定心神。具体来说，要比起吸气，更专注在缓慢吐气上，一边数着呼吸，一边放松。光是这样数着呼吸，脑中的杂念和情绪就会逐渐平静下来。当心静下来后，接着去想象自己希望拥有的心情。如果你想以感恩的心情开启这一天，就一边安静的呼吸，一边在心里默念感恩。如果你想以喜悦的心情开始，就在心里回想人生中最快乐的事情。这样，你的思绪就能在清晨变得清澈清爽，整天都能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可以说，冥想就是清除早晨脑海中各种杂念，把它们转化为自己希望拥有的积极心态的过程。当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并不简单。单靠数呼吸、集中注意力，其实很多人都会走神。根据书中所说，要真正掌握冥想，每天坚持练习，大概需要3到4周时间。所以不要心急，慢慢习惯，一点点养成就好。然后第二个我想介绍的人生巨变的神奇晨间习惯，就是透过自我肯定语来爆发自信。继冥想之后，晨间例行步骤的第2步就是自我肯定语，指的是反复对自己说出鼓励、夸奖自己的话。它被心理学证实，能有效提升自信和自我肯定感。其实我们人类每个人每天脑子里都会不停自言自语，而这些大多数是无意识的独白，并不是自己刻意选择的词句。而且，这些无意识的自言自语，大多充满负面内容，像是我不行，我还要更努力才行这种。长期被这些负面语言支配，我们的内心也会逐渐被拖进负面情绪中。所以，有意识地把这些无意识的负面词汇，主动替换成称赞自己、鼓励自己的正面语言，极其重要。而且，脑神经学实验也证实，持续进行自我肯定语，会让我们的潜意识相信自己说的赞美之词，并据此采取积极行动。换句话说，反复告诉自己我做得到，我是了不起的人，我们的大脑最终会真心相信我真的做得到，我真的是了不起的人，最终也会成为那样的人，取得实际成果。不过，本书也指出，很多人做的自我肯定语其实是错误的。例如，有些人会反复对自己说我是亿万富翁，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做，光靠嘴上说是达不到效果的。因为我们内心深处其实明白这是骗人的，于是反而让潜意识对自己产生不信任，这样不仅没效果，甚至还有反作用。还有一个常见的错误是用被动型自我肯定语，比如好运自然会降临到我身上这种说法，看似正面，其实是完全被动，依赖外界和运气，跟主动改变自己无关，自然不会有效。那么，怎样才能做好正确有效的呢？答案就是别对自己撒谎，而是要用来强化自己正在付出的努力。比如，你正在努力减肥，这时候对自己说我一定能瘦下来，这就是有效的自我肯定语。但如果什么都没做，就说我能瘦下来，就像对一个从没爬山的人说你一定能登上山顶一样，毫无意义。所以，自我肯定语本质上是用来鼓励正在拼命努力的自己，而不是欺骗自己，否则不仅没效果，反而会有副作用。如果你能正确执行，就能获得压倒性的效果。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把它当作晨间方法来坚持下去。接下来我要介绍的第3个能让人生发生巨变的神奇晨间习惯，就是通过心理排演来提升动力。在通过冥想和自我肯定语将自己的内心调整到积极正面的状态之后，接下来非常重要的就是想象。所谓的想象，简单说就是在脑中设想。不过这里指的可不是随意胡思乱想，而是心理学中所说的心理排演。心理排演就是在脑海中具体描绘出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或想要体验的事情，并且在脑中排演为达成他所需采取的具体行动。
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无意识地进行心理排演，但问题是，大多数时候我们在脑中排演的内容，反而对自己的心理状态有害。比如早晨一起床，就在脑子里回想起当天必须完成的工作、待办事项、让人烦躁的事情，结果在脑中不断重播这些不愉快的情景，让负面情绪占据主导。如果一早就在这样负面情绪主导的心理排演中度过，整天都会提不起劲，缺乏动力。所以我们反而要有意识地排演那些自己想成为的模样，或者是让自己感到兴奋期待的未来画面，让自己的心理排演变得积极正面。事实上，一流的运动员或顶级表演者为了能展现最佳状态，也都会日常性地做这种心象演练。而要做到这一点，第一步就是心态准备，要让自己成为理想中的模样。虽然听起来令人兴奋、正面积极，但其实也需要很大的勇气，因为在追逐目标的过程中，可能会被别人嘲笑，或者说，想要变成比现在更优秀的自己，换句话说，就是要舍弃现在的自己，要成为更好的人，就必须跳进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这需要有放下过去的勇气。所以首先你要下定决心，在下定决心之后，下一步就是去清晰具体地描绘出自己想实现的理想结果。而且这里的理想画面不能是模模糊糊、含糊其辞的，而要像亲眼所见般鲜明具体。我们的大脑会把这份清晰的想象当成现实发生过的记忆，让我们提前体验到达成目标时的喜悦感。正是通过提前品尝到这种成功后的喜悦，我们就能获得为实现目标而全力以赴的动力。简单来说，就是先在脑海里体验一下未来成功的快感，通过这份愉悦感来激发自己现在的动力。接着，第四个能让人生发生巨变的神奇晨间习惯，就是用轻柔的伸展运动拉伸来促进脑部血液循环。到目前为止，我们讲的冥想、自我肯定语、心理排演，都是脑内进行的活动。完成了这3步之后，下一步就是实际活动身体。接下来要介绍的第4个能让人生发生巨变的神奇晨间习惯，就是运动。听到这里，也许有些人会想，一大早就要运动吗？可能会有点抗拒。不过请放心，这里所说的运动，并不是要去跑步或者做力量训练那种激烈运动，是通过简单的动作，把身体中滞留的血液流动起来，让氧气循环到大脑，让大脑保持在最佳状态，能够思考、感受。因此，完全没有必要做任何勉强的剧烈运动，只需要轻轻伸展一下，让脑部血流顺畅就好。至于实际该做什么动作，本书推荐的首选是瑜伽。对于多数居住在狭小房间的人来说，并不太适合，因此比起瑜伽，更推荐的是简单的伸展运动拉伸。即使在狭小的房间，只需稍微伸展一下身体，不仅能调整自律神经，还能立刻让全身血流顺畅起来。事实上，晨间伸展运动可以改善脑血流，活化神经系统，这点已经通过多项研究被证实。接下来要介绍的第一个能让人生发生巨变的神奇晨间习惯，就是每天早晨读10页成功者写的书。在做完简单的伸展运动，让血液循环顺畅，并让大脑彻底清醒之后，正是大脑处于最佳运转状态的时候。而在这个时候，最推荐做的事情就是阅读。根据本书作者所说，这世上存在着一条最快捷、最直接达成你愿望的道路，那就是模仿那些已经实现你所追求目标的成功者。所以，强烈建议你一早就去阅读那些成功者写的书。推荐的方法是，哪怕每天只花10分钟，也要把晨间阅读变成固定的晨间例行程序。事实上，哪怕每天只读自己喜欢的书10分钟，只要持续下去，也会对人生产生极大的影响。根据统计，普通人的阅读速度大约是每分钟1页，所以早晨10分钟就能读大约10页。更重要的是，你是在大脑最清醒、最高效的晨间黄金时间进行阅读，
这种积累效果是惊人的。要是你每天都能在这样的状态下阅读、学习，自然离成功也就越来越近，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另外，千万别把书读一遍就结束，毕竟，除非是极少数天才，否则不可能只看一遍就完全掌握书中的全部内容。真正优秀的书，只有在多次反复阅读之下，内容才会逐渐内化，真正成为自己的知识与血肉。而且，一本书在你第一次读、第二次读、第三次读时，每一次理解的深度和阅读速度都会不同，效果会不断累积。接下来是第二部分，早晨第一时间做这件事，就能一整天精神清爽，完全不疲惫，真正改变人生。我详细说明了只要照做就能让人生顺利起来的晨间例行程序的方法。不过，这个晨间例行程序其实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必须要好好起床。如果早上根本起不来，睡过头了，就算是6分钟的晨间例行程序也没时间做吧。没有时间做晨间例行程序，急急忙忙冲出家门，结果还迟到。如果过着这样的日子，人生当然不可能好转。第二部分就来彻底总结一下本书中介绍的无论如何也能起床的方法。方法1：前一天晚上让自己带着愉快的心情入睡。首先，请大家认真想一想，你为什么会起不来？本书的结论很简单，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你根本不想起床。如果隔天一早要去旅行，大家是不是一大早就能蹦起来，甚至根本不需要设闹钟也能自动清醒，对吧？也就是说，你之所以起不来，是因为第二天根本没有任何让你期待的事。比如，你一想到起床后要去上班，面对那些讨厌的人、疲惫的人际关系，那当然怎么都不想起床了。所以，重要的是从前一天晚上开始，就要给自己培养一种明天早晨想早点起床的愉快心情。心理学实验也证明，我们早上刚睁眼时，脑海里最先浮现的事情，大多是前一天晚上临睡前思考的内容。所以，如果你带着工作压力或烦恼入睡，第二天醒来，脑子里也全是这些负面情绪，结果更不想起床。因此，关键在于让自己带着开心、期待和积极的心情入睡。比如，今晚睡前可以想一想，明天早上起来就能马上试试今天视频里学到的晨间例行程序了。好期待！如果你带着这样的愉快心情入睡，第二天醒来时，这种期待感也会顺利延续到清晨，让你轻松迎来一个清爽的早晨。方法2：把闹钟放远一点。当然了，虽然靠愉快的心情可以改善晨起状态，但很多人平常就很难让自己变得开心、振奋。如果真做不到，就只能靠更有强制力的方法来逼自己起床了。最简单、原始、有效的方法就是把闹钟放远一点，把闹钟放到离床远的地方，这样闹铃一响，你就必须下床去关。而且一旦你下床走动，那一刻本身就算一种轻微运动，能让你的血液循环开始活跃，血液和氧气被输送到大脑，自然就清醒了。闹钟关掉之后，别多想，直接去洗手间刷牙，顺便用冷水洗把脸，也能迅速让你神清气爽。一边做这些动作，一边清醒，慢慢就不会想再赖床了。方法3：起床后马上喝一杯水。关掉闹钟，洗完脸之后，接下来强烈建议马上喝一杯水。本书作者说，当你早晨觉得不舒服、提不起精神、昏昏沉沉的时候，最缺的往往就是水分。因为人在睡眠时，身体无法补充水分，醒来时基本处于轻微脱水状态。脱水状态下，血液循环不畅，脑部氧气和营养供应不足，容易导致想继续赖床、头痛等情况。所以起床后马上喝一大杯水，血液循环就会改善，氧气输送到大脑，马上恢复清醒状态，迎来舒爽的清晨。接下来要介绍的第4个方法，就是赶紧换衣服。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总是容易睡回笼觉呢？其实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大多数人还穿着睡衣，所以就很容易回到床上继续睡。但如果你一鼓作气，先把衣服换掉，再把头发稍微整理一下，这样一来，既然已经换好衣服，打理好头发，就会不想再躺回床上把自己弄乱了。其实，为了把早起这件事养成习惯，一开始确实需要借助这些带点强制力的方法，靠这种硬起床手段，把晨起的节奏先养起来，等到习惯之后，再慢慢调整身心状态，最后再去实践第一部分里介绍过的静谧又高效的晨间例行程序，才是最好的顺序。不管你现在的生活状态如何，从今晚开始，不妨试着带着期待的心情入睡。明天早晨，哪怕只做一个简单的动作，比如冥想1分钟，喝一杯水，对自己说一句肯定的话，一点点改变积累下去，人生就会慢慢往你想要的方向前进。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